大家好，2025年4月24日，我和王太早上临时起意，当天就出了一期节目，叫马来西亚人什么很穷。其实出完这个题目，我一直不敢去看大家的评论。你怕什么呢？我怕我说实话有点标题党，因为我明明讲的不完全是这个意思，我怕大家对我攻击或者伤心，或者我觉得我这标题党我无法面对自己。直到王太跟我说，你去看一下呀，评论很好玩，待会儿有个词啊会来形容，所以今天反而我觉得原来我们在中国经历的穷，又反过来把马来西亚人给震惊了，这是一个意义上，就我们的生活。第二个，就因为我们谈到了教育和父母的关系，原来大马人是这样想的，真的，你们的评论启发了我，为什么这么说？这为什么又被震惊了呢？王太其实也有第三个震惊，就你刚刚我讲的是什么？因为我本来以为大家会觉得我们这是在骗人，就可能会质疑我们所说的。怎么能这样讲？讲我们大马很穷？不是，就是说你们上海人怎么会穷到这样的地步？这是不是你们自己家的问题？不能，你们不是代表人均的这个上海人家庭。还真没有人质疑完全没有是的，那这个，而且刚才王太跟我讲了个词，就是大家那种 peace and love。为什么说这个也把王太震惊了呢？那第一个部分，请王太先说，你来说说看，什么叫 peace and love？ 什么叫没有责怪我们，把你震惊了？你先来说说看。你看这个评论区的画风实在是太奇怪了。他们听到我们讲小时候吃这种莫名其妙的汤，对吧？对他们看来，首先是不可思议。接下来他们有非常强大的能力去回看自己的生活，最后得出了一个非常圆满的结论，就是我发现我的童年过得很美好，一下子被我们治愈了。觉得相比之下，觉得自己过得很满足。我也惊讶了，你知道吗？OK， 我先来念一些高赞的评论，来给大家一起我们来回味一下。王太有什么可以补充的，就随时补充啊。我能不能先说一个我印象最深刻的？我今天每次看到这个，我都觉得太精辟的这个观众。他说广东人煲汤再穷不能穷煲汤，因为他还用了我们中式的用语，在中国经常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好嘛，您来一个广东人再穷不能穷煲汤，可以，很可以。好，那我来念一些高赞的评论啊。第一条就说，听到王太说父母对自己的教育方式时，都已经开始哽咽了。真是听得让人很心酸。有些父母总以为自己的教育方式是为孩子着想，实不知已经对孩子的童年造成不可磨灭的伤害。所以为人父母者真的要很慎重。无论如何，希望王太今后一定要更加善待自己，好好的用欧卡欧卡宠自己，这是我家的。把过去没有享受到的和自己先生孩子一起去 enjoy，也不枉此生，加油！这是第一个。第二条，28个赞说第一次听到有冲出来的汤，28个。然后第三条有34个点评，说我小时候家里也是挺穷的，有一段长时间父亲因为生意经营不善负债累累，但是印象中父母省其他方面从来不会省孩子吃东西的钱。你看跟你家很不一样常要我们多吃有营养的东西，要长肉。几十年后想起来这一点，我也是非常感恩我的父母。其实大部分我认识的华人家庭不论多穷穷到极致了吗？第一口总是给孩子吃，最好的也是给孩子的食物和教育。你看，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食物和教育永远排第一位，没有其他。其实你刚刚说到第一条，我想补充一下，我很谢谢这位观众。我觉得，对我来讲，最近我看的一本书叫《The Drama of the Gifted Child》，其中有一句话跟您说的，其实跟我有点比较打动我。那就是说，童年已经过去了，我现在也已经长大，不可能让我的父母意识到他们做的这个事情是不对的。对呀。因为他们不可能回到过去，我也不可能回到过去，让他们对过去的事情，然后
对我有所表态，那更是不现实的。所以就像你说的，我应该享受现在，不要把悲剧延续到我的下一代，对吧？所以很谢谢这位第一位观众，谢谢您啊。那我再念一条好玩的。第二条是说从来没有见过冲了汤，对吗？第一次听说。然后还有几条类似的这个，就是说有一些马来西亚的观众因为工作生活的关系去到了内地，他们也很震惊，在中国的食堂里面吃到了这样的汤，叫他们说就是炒完菜的汤加点开水冲一冲嘛。我说这个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做涮锅汤，涮锅水，对不对？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但是非常形象。哎呀，就好像说为了要汤而汤。我们再念一条是高赞的，有50个点赞的评论。他说马来西亚人很穷，嘿嘿，做一个笑脸。他说一点都不会生气。祖先教导我们做人要低调。祖先是香港人吗？有点像港剧啊。做人要低调啊，比较好啊。自己口袋真正有钱才重要，不需要人知道。你这不是张家辉的那个渣渣辉的口音吗？这是高赞评论哦，太有意思了。而且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一点？我们昨天啊点赞率99.8，就890几个点赞，我算了一下，也不知道哪17个人没有看我们的东西，你就点踩是吗？主要是不跟你计较啊。你肯定是没吃我们的鸡腿啊，所以思维不太好。开玩笑。OK， 那。这么多评论原创的95条，来来去去120几条，怎么整理呢？你就知道我很聪明，我通过什么 AI 让我先编程把95条全部扒下来，然后丢给 AI。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屏幕。现在您会看到的这个屏幕，你是说我丢给 Grok， 我说你看。我做了一个关于大马人是不是很穷的来比较中国和大马，结果评论很踊跃，请你帮我整理大家的评论，找出共性、差异找出大家的情绪、用词和关键词这里95条略过，然后呢，你就知道，你猜猜看 AI 找出哪些共性王太 ？AI 幸福感。他是这样说的，对，有一条是这个他说首先。共性是感恩与怀旧的情绪。许多人回顾童年，他说，虽然物质匮乏，但对父母的付出都是充满了感恩，认为那段经历塑造了自己的今天。还有呢，对过去的简单生活有怀念之情，认为那时候的穷反而带来了单纯的快乐。这个你讲的幸福感。好，那么。我们再告诉大家有意思的共性就是童年物资匮乏的普遍记忆。我不知道能不能勾起王太看评论的一些回忆他说大多数评论都提到小时候家庭经济条件有限，物资匮乏，其实跟我们一样嘛，对吧？大家经历的程度都是一样，都是从穷到慢慢生活好起来。尤其是70、80年代的马来西亚和中国，无论是马来西亚的穷，还是中国的更穷，这 AI 有点料说马来西亚的穷和中国的更穷，他都看出来。他说都有吃不饱和物资短缺的经历，食物简单，常以便宜或自给自足的食材为主，如还整理了白面包、番薯、野菜、白粥、酱油汤。这是共性也有酱油汤。第3个共性可能是我们待会儿要主要分析的，就是好不一样是讲了中国的穷，我觉得把马来西亚人震惊了。那我们发现的重要一点是什么？就是 AI 总结的这一个共性，叫对食物的重视。你看这是不一样吧？马来西亚华人尤其注重吃。即使穷也要保证饭菜质量，肉、汤、鱼等经常出现在餐桌上。相比之下，中国的评论提到肉类稀缺，需要凭票购买。这点我们还没讲但是比我们再年长一点的是有经历过，比如说梅大师我们小时候还有对吧？有，我小时候每个月要帮爸爸妈妈去领粮票的。大家不知道懂不懂这个事情我们小时候因为大家知道计划经济我就没法多展开了，快碰到红线了。就是我们买的任何东西，剪刀、布、肉、菜、粮食都要凭票，你有多少人家里就拿多少票，只能买非常有限的物资，要凭这个去买。对啊，就比如讲说我们家里面有老人，那时候就要住到我们家，那我们家多了1口人，我们粮食不够吃，我们家的老人就要带着他的粮票过来跟我们一块住。对，真的，我外婆以前住到我们家的时候就带着粮票过来。对，这个更加重要，因为不然没法生存了。这是很少的不是很多的。
啊，他说呢，食物不仅是生存需要，也是家庭温暖和文化的象征。很多人提到父母省吃俭用，但不省孩子的口粮。他是讲的对马来西亚人对食物的重视，我们也感觉到，对不对？你看安迪家、一个妈妈，即便做工，你说那个时候70、80年代再有钱，养5个，任何时候都是压力很大。我们可以想象的，基本上你都要把钱给花走。好，还有个共性，他讲什么呢？他说，中马生活水平差异的认知，普遍评论认为70、80年代马来西亚经济条件优于中国啊，是的，尤其是饮食和生活物资方面，马来西亚有自由市场和农业自给，食物相对丰富。中国则受到当时的什么文革啊、配给制啊影响，物资极度匮乏，这个大家都发现到。其实也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爸爸跟我妈妈他们两个是同龄人嘛。我妈妈是，她跟我说她从来记忆里面没有挨过饿。我的外婆和外公是特别舍得在吃上面给5个孩子们很好的这个享受。对，虽然他们也没有钱，但是我外婆一天要打3、4份工，有一份工是晚上到那个罐头厂把他们处理下来的一些边角料食物把它运回来。我外婆就会晚上去那个是光明什么食品厂，我们某个主席还是以前那个厂的厂长，就是他们做西瓜罐头多下来的西瓜，我外婆就会去把它那个捡回来。我把半夜里面把我妈妈什么5个兄弟姐妹叫起来吃。我妈妈的场景里面都是那些很温馨的半夜里面起来兄弟姐妹吃东西的。所以你妈反而是小时候得到了挺好的爱的，对吧？是我爸正好不一样，我爸爸我的爷爷对他也是非常苛刻，在吃上面非常苛刻。原来是这样的。当时全国粮票废除的时候，我爸爸跟我是哭，我爸爸也是眼泛泪光跟我讲，哭死了。他从我爷爷家翻出3000斤粮票，全部是作废了。哇，3000斤啊，朋友们，这任何1.5吨哎，你这个任何时候都可以让几口人不知道多少年。对，我爸爸说，但凡当时我爷爷肯把那些粮票拿出来给他们吃好一点，他们不至于就是过得这么惨。可是，就是我爸爸把这个悲剧延续到了我身上。真的3000斤啊！3000斤。大家想想看，什么概念啊？在物资极度匮乏，还能有人就是完全真的是吃不饱饭的时候，他的爷爷居然在他们全家这么抠的情况下，还省下3000斤，直到这个粮票被作废了。只能最后怎么样？一下子作废了，对吧？扔掉了，只能是啊，是啊。哇，你像，所以那就是教育了。这我们讲的被震惊的第2点了。除了物质，还有教育不同啊。对啊。就我爸自己受了这样的剥削，一定要让我也经历一遍。好，那我在更好玩的 AI 还帮我整理出了中马之间的穷的差异点。他说第一个。穷的定义不同，马来西亚穷更多是指物资不够丰富，生活节俭，但不至于吃不上饭。评论提到穷是相对的，如不能随意买奢侈品，衣服少，吃不起名牌快餐（括号 KFC 和 A&W）。对 A&W 好像进入大马有50年了，有个观众说他57、8岁，他小时候就吃到了。是，所以他们在甘榜的乡村里面就会开出这种 A&W。哎呦，这个 AI 有点犀利啊！这个大家看到了不要帮我乱转哦，这个视频啊，要么就点赞哈。他说中国穷是绝对的贫困，评论提到肉票配给制，吃不上肉，酱油充当，生活水平远低于马来西亚。真的是这是第一个差异点。第二个饮食文化差异，就说大家都有的吃，吃的东西还不一样。再讲给大家听哦，马来西亚汤是认真保质的，对，再穷不能穷煲汤。对，他说如炭火煲汤、排骨汤、药材汤，你看 AI 都看出门道了啊！你们用什么炭火、排骨、药材来炖汤，叫认真煲汤啊！他说肉类海鲜较常见，即使穷也能吃到鱼和鸡。快餐如 A&W、KFC 在80年代已经普遍进入大家的生活，而且是 affordable 的。那么为什么说差异？我们来看中国，汤都是简单的冲汤，你讲的有道理啊，酱油汤、蛋花汤啊，肉类稀缺。炼乳、糖水被视为珍贵食物，相信是有中国朋友在下面点评的，因为我们就没有在评论区再重复这些了。而 AI 分析的基础是评论区大家的点评。其实是马来西亚的，还有一个观众很打动我，他说他小时候因为可能所谓的喝不起牛奶，他们就喝炼乳水嘛，但是他有去那个
到他的就是所谓的返乡之旅，去到他的故乡海南，啊然后他的海南的一些长辈竟然就是泡一杯炼乳水给他喝，他当时不觉得有什么深意，但是听我们讲了之后，他能够想起来，那个也是很珍贵的，把好东西给他们吃，真的是都拿不到炼乳。他还觉得很有愧疚，所以我觉得这个观众也非常善良。他真的，你说如果说别人还讲我们懂感恩啊，这位观众很打动我们。第三个差异点是什么？哎，你看就跟你很关系，因为那天我们讲到后面就主要是讲自己的家庭教育嘛。他说教育与童年的经历是不一样的。马来西亚呢是即使穷，孩子大多是能够上学，生活中有玩乐和社交。（括号又来了啊，这个好气人啊，又讲这个。他说，比如去快餐店和看电影。评论提到家庭虽穷，但有温暖回忆。这样，中国呢，部分评论提到童年受父母严格教育或忽视（括号如王太的经历啊，可能是别人援引了你的这个经历），物质匮乏导致童年缺乏快乐，甚至有心理创伤。好，第四个呢当然是经济发展的时间线不同，我们就不展开了。不，你必须要展开一下。第三、第四，我也可以补充一个，你说我跟 NT 之间的差异，你知道吗？我有一方面比我们的合伙人妈妈本领大。你说，要震惊我一下。合伙人妈妈跟我说，她从来不用电饭煲做饭。我来捋一下，从来不用。从来不会，就是他的做饭，就他只会用电饭煲，对不对？是的。我跟他说，达波多，他说很早什么60、70年代，他们有印象开始做饭，就是一直是用电饭煲做饭的。我跟他讲，我在90年代，我因为要给我爸妈做晚饭，你有绝技，对，我有绝技，我就是用一个锅子烧柴火，我还会生煤球炉，你知道吗？然后又在煤气上面，就是一个锅加米里面加水，然后在煤气上面，我能够煤炉不是煤气，煤气也会，煤炉也会，就更古早的，大家知道，刚才王太讲煤气瓦斯嘛，大家都知道。其实王太还讲，他小时候还会养着叫煤炉，你听到过吗？蜂窝煤就是黑的，上面有洞的，这个有能量密度很高，石油制品。然后呢，他放个几块在一个铁制的炉子里边，要烧柴火，把它点燃以后，还要控制它的火候怎样，对吧？是，大概是这样，反正很难的。王太会这个绝技。是小时候就是为了烧这个米饭的话，手上全是烫伤的印子。真的就是我有这个技能 ，NT 竟然没有，你知道吗？我真是觉得 NT 的爸妈有那我就不知道，因为他们然后我跟他们说，我们家的第一个电饭煲大概是我10岁，应该是1993年的时候才买的。你看，你们家也是的吧？我们家没有你家富有呀，肯定再减个5、6年、7、8年的，正常，真的。就我这么说哈。我刚念小学，就90年代开始买了第一个黑白的游戏机，然后又过了几年，从来没有，才买了一个录像机，我记得是2000块钱嘛，就那个放录像带卡带的那种嘛。这个大家肯定会更早了，因为这种技术我知道，可能80年代 maybe 就出来了。我们就不说了啊，这个差异很大了，今天不是来穷啊，是说差异点，还有怎么反向。我们一说把马来西亚人给震惊了。是。好。第三个部分它很有意思，他帮我分析说最高频的实用词，你看你有兴趣的我们就来点评一下。第一个高频词是穷出现了40次核心话题。第二个是吃35次，第三个是汤，可能主要是你提了，大家勾起了普遍大家煲汤的回忆第四个小时候没问题，肉父母马来西亚中国摆面包也不懂怎样还有一个关键词出现了8次，就是感恩包括对生活的感悟，很有意思。那情绪点，我觉得这个挺好，我们可以讲前几个40%的评论谢谢大家。你看大家的情绪点都叫，你猜是哪个？满足、感恩与温暖差不多。许多人而且都对父母的付出表达感激。你看，因为王太分享了他的经历，使得大家说原来我才认识到我们小时候生活还挺好，并且即便不好，父母对我们都挺好的，表达了这种感恩嘛。即使穷，父母尽力让孩子吃好，如他说妈妈省其他但不省吃的。还有对童年生活的简单生活的怀念，觉得那时候的穷有种开心的回忆。这个大家的情绪太羡慕了。第二个情绪就是心酸与共情，那大家真的很善良，就是主要是共情你的。我看第一条就是说，王太分享的童年别人会共情你。还有呢，就讲了中国当时的极端贫困和生活差异。其实这两条我能插一下吗？我想说一下我的感想。其实第一条，我真的是很羡慕大家，因为我还觉得我们家的餐桌上面时常就是说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当然
通常是集中火力到我身上。我们经常一顿饭是吃的不是很好，我爸我妈就是我会吃饭吃的一半，就是一个耳光打过来，或者就是一个筷子就是抽到我脸上。就他们俩就会吵架，甚至打架。不是，是打我，打你。对，他们会觉得，比如说，如果家里烧了一条带鱼，我如果第一块我煎的是稍微大一点的、比较漂亮一点的带鱼，而不是去剪那个头或者是尾巴，我爸爸会震怒，他觉得我是没有家教。我觉得他更多是那种面子，就是说我都教会你了，然后你居然没有延续我教会你的这个东西啊，又忘记了，又怎样啊？还有就是经常会问你考试成绩啊，然后这次班级第几名啊，是考了不好，我爸妈有的时候甚至会把碗筷都筛掉，所以我印象太多。我们家吃饭就是很多是跟咒骂，然后是这个打耳光啊什么联系在一起的。吃饭应该是多么温暖的回忆哦！所以我有时候也会不自觉的，就是在吃饭上面盯着 Wilson 讲一些很伤心的事情，就是让他不开心。我现在觉得很愧疚，我可能就是惯性。OK，好，第3个情绪就好玩了。叫惊讶与幽默，约20%的评论，就是我们怎么会吃的这么差？冲汤还是冲汤？中国的冲汤、酱油汤、葱花汤，让马来西亚网友感到不可思议。对，评论中常带笑脸的那个符号，或者是调侃如第一次听说汤可以冲的话，你太厉害了。我必须要补充一条，其中有一个印象很深的观众，应该是一位妈妈吧。OK， 她说平时她总是冲一个她做一个快手懒人汤，用的是昆布和什么江鱼仔，然后她的孩子们还说你这种也能够算汤。她说今天学到这种什么葱花酱油汤，她说她要回去给她的2个孩子显摆一下，我觉得太好笑了。好，我们期待你。对不起，这2个孩子。我们期待你的作业哦。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帮你做这样的懒人包，好不好？我们可以卖贵一点啊，告诉孩子这个是用心制作啊，不会。OK， 还有说部分人用幽默化解穷的回忆，如穷的开心啊，然后说大马人很穷，一个笑哭的脸嘛。OK， 还有10%的，反而我觉得很好，这个真的是大家心存感恩啊。这平时有时候你会觉得。是不是缺一些什么，或者生活太平和了？但你看这个时候，我觉得它的力量是很大的，是那种韧性和坚强的力量的。还有10%的评论提到，就是励志与鼓励，这是大家的情绪。说针对你的经历，很多网友鼓励你多爱自己，现在食物自由了，想吃啥吃啥，传递积极的情绪。还有一些人分享从穷到改善生活的经历，来表达对马来西亚机会的认可。就是通过这个来认可大马本身嘛。我觉得大家很好，不但有反思，而且这个中间能够汲取出一些积极的能量。这个时候挺有意思的。就我们跟大马观众之间就是互相巴拉互相在激荡啊，是吧？我说你穷，然后你觉得原来你那么穷啊，被震惊了。然后我又学到大家的幽默、鼓励、关怀然后对小时候的感恩。全部收到，真的非常厉害。而且我老实说，我也挺感恩这些中国的网友，不管他们是怎么样，就这一次对我们特别的没有说什么。我觉得就是因为感恩，他们没有说什么，因为我感觉可能我们2个的家庭是属于比较中下层的，所以我们也是贫穷的家庭。你不经常用富有来形容家庭？就我爸妈中穷啊，对吧？就是说，那么大家可能会说，就是你们家里面怎么吃的这么惨？你不能代表上海这个所谓的远东第一大都市的这个形象嘛？我觉得广大的中国网友们，他们也很手下留情，他们也体谅到我们出生于贫寒之家，对吧？他们并没有对我们进行讥笑，我觉得他们展现了非常大的这个人性之爱，我也非常感动。也没有骂我们是什么卖国贼啊，什么中黑啊之类的。我相信你是，我非常感动。黄太这个是真诚的，因为在我们一些像梅大师马上赢的群里面，他也这样讲，就真的很感谢那些，因为我们也有一定比例的中国朋友的关注嘛，有时候会批评我们说你这样讲上海不对啊，或者是这样不好，他难免有这样的情绪。那他没有啊，这个我觉得也挺好，也有可能是因为只有2天时间，过2天就出来了。Anyway， 没关系，就是 so far so good， 我们真的是很开心看到。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上面，我觉得中国网友让我相信了这一句话，就所谓的贫穷就要落后就要挨打。我觉得在这个
这集影片下面我们并没有被挨打，我们得到了很多中国朋友们的这个手下留情，我很感恩。哎，那就相信的力量，相信的力量，对。哎，没想到跟大家这个形成了无限正反馈是吧？这个 positive feedback 哒哒哒哒不停的震荡，能够发现这么多有趣的东西，我还是非常感谢大家。那一句话，我们如果做一面镜子，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你自己现在和过往。我看到很多人看了我们的节目说，哎，怎么你们看到的马来西亚是这样的，是真的吗？然后说，哎，平时我们没有注意这些细节啊，看了你们讲的一些事，好像想想是这么回事。哎，最近你们有想到过去了，对吧？我是觉得我自己感到我很欣慰。我还感到很欣慰的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就是从我身上能够知道说，一个贫寒家庭出来没有见过什么好吃的东西，也没有吃过好吃的东西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学习掌握做菜的技能，自己给自己还有自己给家人们做好吃的，真的。你们都可以下厨的。你就没见过好吃的东西，那我就没吃过东西。好，那么而且现在你知道吗？通过9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复活一个美味。牛，比如说欧嘎的鸡腿，哎，还可以马上打开就能吃的，像刺身级的3文鱼排，对吧？在车上，腰豆健康美味，上什么网站知道了吧，朋友们？OK， 请你回家和家人一起吃饭。哎。我们有这个愿望了，就多和家人相聚，好好吃饭，善待自己，回家吃饭 ，OK 啊，拜拜，拜拜。几分钟，说了很久了吧？